2024年，我们又回到了新加坡车展。我们在 Subaru 的 booth， 我身边这辆是 WRX GT Edition 的 prototype， 然后身边第二辆是 WRX Wagon 的 GT Edition prototype。但是我相信本地消费者最期待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车展小姐姐啊，不是啦，是 Subaru 全新的 Crosstrek。全新的 Subaru Crosstrek， 我相信本地消费者很多人都在等。但是目前马来西亚的说法有两种啦，一种是可能，都是可能哈，我先说都是可能，要等 CKD 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，当然这个时间就不会这么快发布。第二就是先拿一批 CBU 从日本进来先开卖，但是相对而言那个价钱就会比较硬一点。那大家的选项是什么？你会选择说，我宁愿付多一点钱，但是我先爽，就是我先拿第一批从日本进口的，我甘愿。还是你就是觉得，我为了价钱，然后我就等到这个真正马来西亚 CKD 我才去下手呢？这两个选项，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你到底会做怎么样的选择？那全新大改款的 Subaru Crosstrek， 我们之前都叫 XV 嘛，但 SV 这个名字似乎确定不再延续了哈，全球统一叫做 Crosstrek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新加坡，那这辆是比较不一样，它是 E-Boxer 的车型，就是它除了搭载这个2公升的水平对卧4缸引擎以外，它还加上了油电混合系统。为什么要加上油电混合系统？因为新加坡的油价是蛮好的哈，大家知道一件事。那动力系统的部分呢，其实它的动力系统跟我们熟悉的仍旧相同，就是2公升的主体加这个油电混合，但似乎来到马来西亚，应该仍旧会维持这颗2公升的水平对卧4缸自然进气汽油引擎，输出的马力一样156匹扭力峰值196牛顿米，搭配的同样是这个 CVT 的无段变速箱，所以动力系统是完全相同的。改变的，我觉得就是配置本身、造型本身。底盘这个 SGP 平台也不会什么做太大的改变啊，悬挂系统也是这个 Subaru 的看家本领嘛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来，我们看今天它上面我们所谓的 EyeSight 系统，我本身现在驾着的 Forester， 我们说是 EyeSight 4.0嘛，你有所有的进阶式安全配备了，你有怎么自适应跟车道保持这个车子追踪Stop and Go 全部都有了。今天你看，它中间再加了一颗镜头，就是所谓的 EyeSight 4.5的功能，所以它具备了更远的侦测范围、更广的侦测范围，对于行人对于脚踏车对于这个路上的突发状况，它更能够掌握，所以是更进一步加强了。那进一步加强表示什么？这个售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了。我们目前预估，我们看这近几个月，甚至这半年来发布的车子，其实售价都已经一直在创新高，然后再加上通货膨胀马币贬值什么的，所以各种 drama 啦。这辆车的售价，你预计会多少钱呢？再来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等这辆车？很简单，外形够煞气。你看到那辆WRX， 然后你再回来看这辆，你会不会觉得它有一种类似的煞气感？然后它除了煞气以外，它还有那种很浓郁的 JDM 的血统。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，之前发布的这个 Crosstrek 都是普通版的，但是今天这辆它是 GT Edition 的造型了所以表示说，我们到时候可能在马来西亚发布的，除了普通版的 Crosstrek 以外，你还可以选择升级 GT Edition 的车型，就你有更帅的保感、更帅的套件，然后还有更帅的轮圈，更帅的细节等等，就是选项真的是造型真的是哇！它给我，因为我们熟悉的那辆 XV 驾了很多次嘛，它已经就是真的在市面上看了很久了，路上也真不少。但是这辆我觉得那个期待指数会非常高。配置的方面有什么呢？来，前面有镜头，左右有360，之前都有了嘛，现在当然也有搭载。那 Smart Entry 也有，然后重点是防刮材质，我觉得它有比之前再更加的壮硕、更 rugged 一点。来 ，Crosstrek 的车尾
有没有比较帅？我觉得帅很多哎！你看这个尾灯，刚开始我们说 Forester 那个螃蟹手就看了就，可是它经过时间的演练哦，这个造型变得更好看了。它不止有点像 Forester 这样感觉，来你看 WRX Wagon， 这个尾灯超漂亮的，有没有神似之处？有吗？是不是就很像了？哇哦！然后今天还加上了什么？ GT Edition 的下保杆，它就加了2个很可爱的排气管造型。但是我讲过了，这个不是排气管，排气管单边单出隐藏式的，这个只是造型啊，就2个很可爱的这样子造型在这边。然后它的这个，我觉得有一个东西，它的置物货架变得很 rugged， 变得很 solid 的感觉啊，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哇帅。然后它车尾、臀部有一种 wide body 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整辆车的那个。 整个营造出来的气氛都不一样了。就以前我会觉得 XV 还有一点小优雅的感觉，但是今天这辆就真的是很硬派，就你的 off-road 感更强了，你的整个越野感更强了，你的肌肉感更强烈。好，尾箱打开一样，我们有电动尾门，它也有电动尾门。那里面的容量呢？数据。 跟上一代差不多，只是因为新加坡的版本比较小一点点可能有了电池啊这些在，因为 e-boxer 嘛有电池嘛。但马来西亚会怎样配置，我们目前还不懂。我们希望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更多吸引人消费者的地方。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要空间还是要备胎？大家自己去做抉择哦。为什么会小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你后面的悬挂是 Double Wishbone。Double Wishbone 是一套很高性能，但是同时很占空间的悬挂系统，就把它的这个空间稍微吃掉了。好，里面怎样呢？走，我们上车去看。好，我们坐上 Crosstrek 的后座，我觉得它的整个感觉其实蛮相似的，就是它注重的是这个乘坐的品质，你空间可能不像其他对手来的这么大，但是它的乘坐品质是很好，而且今天是 GT Edition 所以它的椅子它的用色更丰富了，黑色的皮椅，红色的线条，再加灰色的搭配，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感跟之前的 XV 完全不一样靠手这个应该是相似的东西，头枕整个人体工学啊，你乘坐起来的感觉就蛮相似的，除了皮椅的颜色不一样之外，其他很多东西都相似。那中间隆起非常高，因为它是全时四驱。那很遗憾的即使是新加坡的版本，仍旧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，给你一颗 Type C， 一颗 Type A 的 USB 插槽，然后空间pocket 有很多，旁边。都是硬质塑料，你看上面是硬质，下面也是硬质塑料，但是它做了一个分色的处理，上面是灰色，下面是黑色，然后下面这边的扶手就有点软材质，它也不是什么皮革软材质它有点像是 PVC 这样子的那种人造皮革这样的感觉，所以你整个中规中矩，我只能说中规中矩。好，坐上 Crosstrek 的驾驶舱，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来看。我们经常都嫌人家的主机不够大，今天就给你一个大主机了。这个全新的 Starling 就是它的一个重点升级啦。你除了有新的eyesight、新的造型，还有新的大界面。哇哦，这个荧幕，该怎么说呢？它有它好的地方，就是大荧幕大家都喜欢嘛。第二件事就是可能有些人比较不喜欢的，就是你的空调。就是要在荧幕上操作的，它下面就是这个空调系统对，有人气吹真开心啊！关掉先。那材质的部分呢？我们先说座椅来，座椅也是这个全皮椅的设定，然后驾驶是电动座椅，副驾也是电动座椅，然后皮革用料跟后面一样，黑色、红色、灰色搭配，然后有一个 GT 的钢印，所以觉得这个 GT 的。椅子比我们的 XV 的来得要美一些，乘坐感我觉得差不多，但是视觉效果感你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看这个红色、灰色、黑色的搭配就真的是比较 sporty 这样子好，回来看前面的材质，软材质，你看 PVC 的软材质，然后下面是硬质塑料，下面都是硬质塑料。驾驶盘前后上下可以做调整
是范围幅度也蛮大的。驾驶仪表维持这个半半传统，然后中间彩色资讯荧幕的显示。驾驶盘呢也维持相同的设计，完全相同，非常熟悉，就是 XV 的这个驾驶盘。然后因为有新的这个完整的 EyeSight 4.5嘛，所以它的这个跟车功能啊这些都非常的齐全啊，跟 Forester 非常相似，但是它又有一些细节之处不一样的地方哦，就蛮特别的。最重要的啦，真的就是这个荧幕啦，够大荧幕，然后画质也很漂亮，整个看起来你就会觉得大升级，真的。但是现在就是买车就是买荧幕嘛。好，往下看 USB、Type-C、AUX 全部都有，然后有很大的置物格，手机、皮夹应该都可以放这边。CVT 的排挡杆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哈，感觉那个整个材质的运用，整个手感都不一样了。下面这边中央的设计也不同了，有一些黑色钢琴烤漆啊、零钱啊、自杯架，然后电子手刹车、360的镜头这些，全部都有在这边。中间有一个柔软的靠手，然后里面打开一样有一个蛮大的置物格。什么时候会来到马来西亚？据说真的没有这么快啦。据说还要等，因为马币贬值啊，日元上涨啊，然后再加上生产啊，供应链，可能我们应该还需要时间。我们也好奇说，本地的经销商、代理商跟这个总部之间要怎么去协调？先拿 CPU， 然后是真的要等到 CKD， 或者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车型先来？不知道，反正喜欢吗？敬请期待。可以跟你的经销商反映，不管多少钱我都买啊。OK， 你去讲可能就有了。那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